最近有几位网友都转发来同一个视频，演员在巨大的水族箱里吐气泡，却吐出了一前一后两个空气圆环。这两个环一边前进一边追逐，并且会交替嵌套。于是我也们在洗脸盆里吐了几个泡泡，但是并不能复制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决定到宁静而和平的波罗的海寻找答案。有一处潜水区域看起来很适合实验，于是我们缓慢下潜到70-80米深的海底，发现海床上蜿蜒铺设了一根1米多粗的天然气管道，并且隐隐绰绰地看到管道上有个光点在闪烁。靠近观察才看清楚，原来不知道是谁在这根包着混凝土的钢管上安装了 TNT 炸药和引爆器。说是迟那是快，轰隆一声巨响，混凝土外壳和里面4厘米厚的钢管就被炸开了一个裂口，天然气瞬间喷涌而出，冒出了一个大号气泡。这个气泡在上升中，由于受到迎面水流的冲击压力，被不断压扁，向四周延展，造成气泡边缘的弧度不断增大，使水流在此处做弧线运动时受到了离心作用，将气泡沿径向牵拉扩大。同时水流绕过边缘，在气泡背面中心相遇时，由于撞击减速而压强升高，导致气泡前后的中心区域同时受到了较大的水压，于是向内压扁，气体不断向四周逃逸，形成了圆环。此时圆环界面上的水流会继续贴着边界运动，形成环流，并带动外层的水一起旋转，在气泡环的任意截面上都形成了同向的漩涡。所以这个气泡圆环实际是一个水流制造的涡管头尾相连的环形空心水漩涡，被称为涡环。由于涡环在前进中，截面的水也在绕着涡管旋转，造成圆环外圈的水顺流后退，流速叠加增大，压强降低，而内圈的水则逆流前进，流速抵消变慢，压强增大，也就是出现了马格努斯效应，使圆环受到径向的水压差推动继续扩大，而环内的气体则不断缩小截面积来维持气压，因此涡环在前进中会逐渐扩大并变细。如果两个涡环前后排队，则后面的涡环就会进入前方涡环向前的环流中，于是被推动向前加速，同时后方涡环外圈的水流因和前方的环流逆向运动而减速升压，内圈水流则与前方环流同向运动而加速减压，于是受到向内的径向水压差，使圆环直径收缩，截面扩大。因此我们会看到后方的涡环总会被前方涡环制造的环流带动，一边向前加速，一边在径向水压下收缩，从前方的涡环里钻了过去。不仅如此，由于涡环截面的水流速度从外向内逐渐增大，造成内圈水压更低，会被外圈的压力限制在原位，同时压差与水流切线方向垂直，使水流只承受圆周运动的向心力，而不承受逆压梯度，因此能以较小的损耗保持转动动能，这导致涡环能长时间旋转并维持圆环状态。根据涡环这一特性，我们给一个条形物体套袋子时，只需要将充满空气的塑料袋口朝后扔过去，就会让袋子中间的空气受到推挤，向四周运动，变成一个空气环。同时环内侧的塑料袋在相对后退，而环外圈的塑料袋则相对前进，于是空气被粘性力带动旋转起来，也变成了一个涡环，并同样具有维持外形和转动动能的能力。因此空气涡环能以较小的衰减向前运动，不断撞击前方的塑料袋，靠自身的动能推动塑料袋翻了一个面，把物体套住。有网友问道，为什么自行车套袋子时只需要扔出就能完美套上？这其实就是聪明的工人巧妙制造了空气涡环来推动袋子，让它自己套上去。